It's a wedding, we're having a wedding. 大家好，我是四宝妈咪杰西卡。上礼拜我们提到，因为孩子们喜欢去 KTV 房，也喜欢宝可梦，所以我们建了一个宝可梦 KTV 房。孩子们也提供了很多的意见，所以我们用墙壁的层板灯，也用了Bing AI 来做了很多的贴图，让布置宝可梦的效果。最后呢，我们也学了一个新的技术，叫做路径光源。我们在墙壁上也可以用路径光源达到间接光源的效果。用路径光源用起来比层板灯更灵活，所以可以做出五颜六色的墙壁的灯光效果，感觉看起来更像 KTV 了。最后呢，我们布置了好多的宝可梦玩偶哦。今天我们就把最后一面墙以及互动的唱歌机制一起布置起来吧。首先我们复制一套这个前面的这个沙发组，但是呢我们要把它其他的东西删掉，只留下茶几的部分。我们选择复制出来的这份沙发组，开启物件拆解模式，在右键选单改选未选取原件，按下删除，就可以只留下茶几。这边顺便跟大家介绍一下，我发现了一个很好用的工具，叫做物件编辑时显示轴向。按下这个工具呢，我们在按下滑鼠左键不放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出现这个物件的三轴的轴向 XYZ， 这样我们就知道我们要旋转啦、位移啊，或是做任何的编辑的时候，它这个物件的轴向是在哪一边。真的的确非常好用。我们再次开启物件拆解模式，我们发现，因为我想要把那个茶几上面的玻璃拿掉，然后去换一张茶几的贴图，但是我发现它是一个群组，所以我们先按右键取消群组，然后把玻璃先稍微移开一点，这样我们就可以选到下面茶几上的贴图了。那就可以换成一张我们自己想要的贴图咯。妈妈，我会，让我选。不错哦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可以用缩放工具，先用 Z 轴缩放，再用 X 轴缩放，让这个贴图呢可以整个铺满茶几上。说实在，这个物件显示轴向的工具还真的蛮好用的。缩放完成后呢，我们可以选择玻璃，用物件置放工具把它放在茶几上。最后记得关掉物件拆解模式哦。再来，我们开启空间分类。我们在空间分类里面的客厅分类下，右键新增一个分类，叫做右墙区。我们也把刚刚那个茶几呢拉进右墙区的分类，这样呢，这个茶几就会接受到整个客厅的光源，以及我们待会在右墙区分类补光的光源所照射到，这样它就会光线比较充足。妈妈，让我练习补光吧。灯光拉进来，所见即所得，很好玩吧？补完灯光后，我们就在右边的墙用造型工作室来拉出一个背板。那大小呢，你就大概稍微抓一下就可以了。要稍微注意的是，这边 X 轴指的是横的方向，那 Y 呢就是墙的横的长度的部分，所以弄错了也没关系。我们可以再用缩放工具针对单一轴向再来做调整长度。妈妈，我来选贴图哦。选好贴图后，我们来复制一份背板出来。这样子是要给互动式的按钮用的。复制位移量 X 轴填负10，代表我们复制在本来的背板前面一点点。
宝贝，注意看哦，接下来我们要用俯视图的圆柱工具来做一个小按钮，圆形的小按钮。尺寸我是大概随便抓的，就 XYZ 大概20、20、10左右。然后呢，高度大概放在100公分高，我们再把它降到桌子上就可以了。宝贝，你有在透视图看到按钮吗？有啊，不就在这前方？我把它放下来了。妈妈，你现在要做什么啊？哇，想要找一个漂亮的金属材质，所以呢，我从资料库拉了一个金属的茶几出来，然后用偷的材质魔术棒把它偷到我的按钮上来咯。最后我们再把茶几删掉就完成了。我们现在呢，按下 Ctrl 键不放，然后点选按钮跟背板，我们要按滑鼠右键来把它做一个群组。因为呢，这是我女儿最喜欢的左左右右的歌，所以我希望按下按钮会唱这首歌，所以我就把这个群组取到左左右右。好，群组后右键选单，选择物件动态编辑，然后我们点选背板，找到相对应的节点，往上找到这个物件以后，找到它下面的关键画格，按右键选单，选择新增关键画格。这里第一格，也就是第0秒的地方，我希望一开始的时候这个背板是透明的，我可以看到后面本来的宝可梦的背板。那等到我们启动按钮的时候，它才跳出这个背板，所以一开始是全透明，我们设为 0.95。那不希望是完全设为1的关系，是因为如果设成1，它可能是就全透明的话，会完全点选不到，这样会造成我们编辑上的困难。好，按下确定后，继续在关键画格右键选单，选择新增关键画格。我们来新增第2个关键画格，这个地方我们设1000毫秒，也就是1秒，然后一样打透明度打勾，然后设为0，代表它是完全不透明。接下来第3格，我希望这个时间是设为11000毫秒，也就是第11秒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希望刚刚第2个是第1秒嘛，然后再接下来有10秒的时间会出现这个左左右右的背板，然后它出现10秒钟的时间，也顺便会唱一个10秒钟的歌曲，然后接下来再把它切换成回去。透明，所以这个地方这会有10秒钟，透明度会是0，然后完全不透明，然后会唱歌。接下来再新增第4格的新增关键画格，这个地方我设为12000毫秒，也就是第12秒，也就是说刚刚是第11秒，现在是第12秒。我希望1秒钟的时间它去变换这个透明度，所以这里透明度我们又设回去 0.95。也就是接近完全透明的意思。设定完成，我们现在到最上层的物件下方的触动设定，在右键选单设为是。好，现在我们用箭头模式按一下按钮来测试看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变回来了，成功了耶！那还有音乐呢？来，我们现在从关键画格在第0秒按右键选择修改关键画格，然后我们在音效的地方按上加号，我们选一首我们想要加入的 MP3， 这里按下确定键，我们就可以来试试看咯。哦，对了，我们必须先在关键画格右键的播放模式，记得只让它播放1次哦。我按按钮试看看，就是要 play， 耶，成功咯！所以我们只要再复制2份出来就可以咯。我们选择按钮右键物件复制，
我们再复制2份出来。那它的位置呢，我们可以用 X 轴位移量大概去调整一下，在本来按钮的附近就可以了。妈，让我来调整另外2个按钮的位置跟颜色吧。好哦，不过我们先把1份的按钮跟背板按右键隐藏起来，这样我们一次只编辑1个背板跟按钮会比较清楚哦。没想到你也学会在物件拆解模式下，然后去移动按钮，然后也学会这个偷材质的技巧，真是太厉害了。那背板的歌曲和图案你也要选吗？对，我通通要。哦，原来你也喜欢张雨生的《大海》呀。那剩下的工作都全交给你咯。做完1份以后，我们记得按右键先把它隐藏起来，再继续做下一份，这样比较清楚。因为另外2套的背板跟按钮是复制出来的，所以里面的动作机制全部都已经设定好了。你只要换按钮的贴图，移动一下按钮的位置，再换背板的贴图，大概就完成了。看我也可以很厉害的吧？最后我们打开空间分类，找到刚刚隐藏的2套按钮背板组，然后把它打勾勾起来，就变成显示咯。我们来做一些调整。妹妹，你刚刚好像忘了帮第3组的按钮换上它的材质了，我来帮你调整一下吧。一样拉下一个金属的茶几，然后我们偷上它的材质，再把这个茶几删掉，就完成了。最后我们稍微调整一下这些按钮的位置。妈妈，待会让我来测试。好哦，给你玩玩看。就是要配咚咚弹着音乐，是我最喜欢的。第2个是大姐喜欢的，我来帮她试试看。我也喜欢张雨生诶，大好好听哦。再来这个是妈妈喜欢的。再回首，云这段归途。好啦，剩下最后的一点时间，我们就把后面这边墙用路径光源再把它布置一下吧。妈妈，我也会，这个来让我调。妹妹也越来越厉害咯。我觉得路径光源做起来好简单又好漂亮哦。妈妈，宝可梦球可以旋转吗？可以哦，我们选择宝可梦球，按右键选单的物件动态编辑。我们直接从最上层往下找，找到关键画格，按下右键选单的新增关键画格。第1格也就是第0秒的时候，我们把旋转打勾，然后角度是0度。我们再新增1格关键画格，第2格就是设为1000毫秒，也就是1秒的意思。那这个时候我们希望我们花1秒的时间让它转180度，但是是逆时针，所以我们必须在旋转这边设为010，就是 Y 轴旋转，然后逆时针就是负180度。我们继续新增1格关键画格，第3格。这个地方我们设为2000毫秒，也就是第2秒的时候，我打勾旋转，旋转轴一样是010 Y 轴旋转，角度设为负360度，也就是我转回原点的意思。
再来，我们按关键画格右键选单的播放模式，因为我们希望它不停的转，所以我们选择循环。接下来就可以在关键画格右键选单来选择播放动画。妈妈，它在转了耶！是不是很简单呢？我想再复制一颗宝可梦球到另外一边去。的确很酷。剩下就让宝贝你来帮我调整灯光吧，看看每一盏补光灯需要多亮，然后需要移到什么位置，都让你来决定吧。妈妈，我觉得这里要铺一道墙补起来。建了这道墙，从外面就看不到里面了，有点可惜。没关系，我们点选外面的墙，在造型基本属性页，我们把透明度打勾开到最大，就可以看到你漂亮的布置咯。可以戴头盔看看了吗？在放进 VR 场景之前呢，我们必须先设定传导碰撞区。所谓传导区指的是我们在 VR 场景里面可以将人传送过去观察的地方，通常是指的地板。所以我们在地板右键的选单选择物件动态编辑。我们从这个视窗最上面的节点往下找，可以看到一个叫做 VR 传输区域的右键选单，我们把它改选成是，这样就设定完成。如果你也希望在 VR 里面我们可以站在沙发上，所以你也可以把沙发的 VR 传导区域也设成是。接下来我们要来设定碰撞物。设定碰撞物的用意呢，就是我们如果有东西撞到墙或是地板的时候，或是撞到这个东西的时候，它会被阻挡住，而不是穿透过去。这样的用意是为了避免有时候我们在场景里面玩 VR 的时候，可能会把东西丢来丢去，那东西可能会被丢出墙外，你可能就找不到了。或是说你希望那个东西可以放在桌子上，而不会直接穿透桌子掉到地上，所以我们就可以把桌子也设成是一个碰撞物，它就可以把东西放在桌子上。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来选右边的墙面，然后按右键选物件动态编辑，我们把它的 VR 碰撞物按右键选单选为是。妈妈，剩下的墙面碰撞物让我来设定。另外一个我们要进 VR 前的准备，就是要去设定可抓取物。比如说，如果我们想在场景里面抓起一颗苹果，或是抓起一个宝可梦，或是抓取一个什么玩偶或是抱枕，那我们就必须把这个东西在场景里面把它设定为可抓取物，这样我们才可以把它在场景里面抓起来。好，妹妹你看哦，我们现在选择宝可梦的玩偶，按右键选择物件动态编辑，然后就可以把 VR 可抓取物的右键选单选为是。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场景里面试着把它抓起来看看咯。妈妈，剩下的玩偶都让我来设定可抓取物吧。好哦，顺便看看你刚刚上课有没有认真呢？当然有，我还多复制了好几个皮卡丘呢。最后制作完成，要记得存档哦，准备进 VR 咯。来，首先拿出我们头盔附的 USB-C 的线，然后呢，一头是要在头盔上，一头是要连在电脑。这一头连在头盔上，然后这一头要连在电脑。如果不清楚的朋友，可以参考我们上面的这支影片，之前有做过详细的介绍哦。插好线后，头盔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讯息，我们按下允许存取档案。这个时候回头过来看，我们的电脑会出现头盔的存取空间。我们先到档案总管找到我们的场景档，然后回到我们头盔里面的储存空间，然后按下去之后找到 Android 的资料夹，打开资料夹，然后呢再开启里面 Data 的资料夹，然后再开启里面 com.rules.tech Fancy VR 的 VR2 的资料夹，里面有一个 Files 的资料夹，打开后我们把它档案贴上，场景档贴上就完成了。
接下来戴上头盔，按下主选单的9宫格，会出现一个主选单的画面。我们从右上角的下拉选单选择不明来源，会出现左边会出现 Fancy VR2 的 App， 我们点一下执行它。好，进到 Fancy VR2 之后，点选我们的场景开启。哇，里面有好多宝可梦哟！我可以跟它握握手吗？我最喜欢伊布了。哇，这个好像是皮卡丘耶！我本来只是要跟它握握手，就把它举起来了耶！哇，它们好可爱哦，我来摸摸。皮卡丘你好，跟你做朋友好吗？我喜欢皮卡丘，也喜欢可达鸭，但是最喜欢伊布了。哎呀，你们玩太开心了，都忘记来点歌了。我来帮你们点歌吧。就是要拍动动脑这音乐，是我最喜欢的。哎，我来看看第2个按钮是不是大姐喜欢的大海。我也喜欢张雨生诶，大海好好听哦。再来第3个按钮，我最喜欢的老歌了。兰花好好看哦。好啦，该睡觉了，赶快按下 B 键退到主选单，然后我们按下这个门就可以退出咯。每次啊，小朋友只要玩这个 VR 总是欲罢不能，都不去睡觉呢。今天我们的影片就到这边，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晚安。